加拿大總理卡尼這場訪華賺麻了。作為2017年以來首位訪華的加拿大總理，他不僅帶着滿滿的誠意給中國送了份厚禮，還當着中方的面拋出迎接新世界秩序的重磅言論，把身邊隨行官員都驚得側目。一邊是特朗普的步步緊逼，一邊是中國市場的強大引力。卡尼這趟4天3夜的破冰之旅，到底取得了怎樣的成績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。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要說這次卡尼訪華最亮眼的，莫過於那份沉甸甸的成績單。畢竟在特朗普動輒揮舞關稅大棒，美墨加協定續簽前景不明的背景下，加拿大急需在中國身上找到確定性，而這次訪華的成果直接超出了加拿大各界的普遍預期。首先，最受關注的莫過於關稅壁壘的鬆動，這也是卡尼拿出的核心厚禮。2024年8月，時任總理特魯多追隨美國政策，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100%的高額關稅，直接把中加汽車貿易逼入死角。而這次卡尼在記者會上明確宣布，加拿大將給予中國電動汽車每年4.9萬輛的進口配額，在這個額度內，中國電動車可享受6.1%的最惠國關稅，也就是回到加徵高額關稅前的水平。更關鍵的是，這個配額會逐年遞增，5年後將提升至每年7萬輛。卡尼這話可不是空口說白話，還主動承認了中國的實力。中國在電動汽車領域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，生產了一些世界上最實惠、最節能的汽車。他甚至預測，5年內超過一半進口中國電動車的售價會低於3.5萬加元，能給加拿大消費者提供更多平價選擇。要知道，加拿大東部工業省份一直反對降低對華電動車關稅，卡尼頂着國內壓力做出這個決定，足見其務實態度。有來有往才是真合作，中方也給出了積極回應，給加拿大農民、漁民送上了定心丸。據卡尼透露，從今年3月1日起，中國對加拿大油菜籽徵收的關稅將大幅下降，且今年全年加拿大的油菜籽粕、龍蝦、螃蟹和豌豆都不會受相關反歧視關稅影響。這一調整直接給加拿大相關從業者釋放了近30億加元的出口訂單，剛好能讓農戶提前規劃播種季，解了燃眉之急。要知道，中國曾是加拿大油菜籽最大出口市場。卡尼直言，目標不僅是恢復往日規模，還要實現超越。除了關稅互讓，雙方還簽了8份合作文件，重頭戲是那份中加經貿合作路線圖，這也是兩國經貿關係史上首份高水平合作文件，直接給未來合作畫好了藍圖。裡面明確了8大合作領域、28條具體舉措，既有能源、農業這些傳統強項，也涵蓋了新材料、先進製造、清潔能源等新賽道。數據顯示，中國去年已經超越美國，成為加拿大跨山輸油管道擴建項目原油的最大買家。卡尼也放出信號，未來15年，加拿大計劃翻倍能源網絡，在水電、核能、風電等領域加大投資，給中國企業提供合作機會，尤其是能源儲存和海上風電領域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加拿大計劃到2030年每年生產5000萬噸液化天然氣，且全部供應亞洲市場。中國無疑是核心潛在合作夥伴。為了讓合作落地，雙方還升級了溝通機制，把原來副部長級的中加經貿聯委會提升為部長級，每年至少會晤一次，確保分歧能通過協商解決。要知道，中加貿易額每年近1200億加元，40萬加拿大人的工作依賴對華貿易，這份路線圖無疑能讓兩國經貿合作進入快車道。可能有朋友會問，加拿大不是一直跟着美國跑嗎？怎麼突然對中國這麼上心？其實看看特朗普的操作就懂了。特朗普重返白宮後，不僅給加拿大鋼鐵、鋁製品加徵關稅，還多次放話要重新談判美墨加協定，甚至直言要麼到期失效，要麼簽新的，更輕蔑地把加拿大稱為美國第51個州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加拿大對美貿易依存度高達75%以上的風險徹底暴露。卡尼這趟訪華本質上就是為了對沖對美依賴，給自己留條後路。看來加拿大終於看清了，跟着美國只會被動承受風險，而和中國合作才能拿到確定的發展機會。比起實打實的合作成果，卡尼那句準備好迎接新世界秩序，才更讓西方陣營坐立難安。
當時他當着中方的面表示，世界已發生巨變，中加的進展與夥伴關係將為新世界秩序奠定堅實基礎。話音剛落，身邊的薩斯喀徹溫省省長斯科特·莫就快速側頭望向他，這一幕被鏡頭精準捕捉，也道出了西方陣營的微妙心態：盲目、懷疑，還有對偏離陣營的驚恐。要理解這句話的分量，得先搞懂舊秩序是什麼。過去幾十年，美加關係就是舊秩序的縮影。軍事上，兩國混編北美防空司令部，美國指揮系統直接覆蓋加拿大本土。美國要升級系統，加拿大就得掏錢配合。經濟上，加拿大75%以上出口銷往美國，能源、汽車產業全嵌入美國供應鏈。白宮一拍桌子，加拿大國內就得抖三抖。這套關係能維持，全靠美國穩定、守規則的前提。可現在，特朗普徹底撕碎了這層偽裝。特朗普重返白宮後，把美國優先發揮到了極致，一口氣退出66個國際組織，宣稱不需要國際法。關稅大棒不分盟友，連加拿大的鋼鐵、木材都沒能幸免，還強迫丹麥割讓格陵蘭島，讓歐洲盟友人心惶惶，甚至有官員把冰島稱為美國第52個州。曾經美國給盟友的兩大承諾，穩定市場准入和可靠安全保障，如今一個成了勒索工具，一個隨着美軍戰略收縮搖搖欲墜。對加拿大來說，這種失信的含義比北冰洋的冷風還刺骨。所以卡尼口中的新世界秩序，本質上就是對舊有單極秩序的否定，是對多極化格局的認可。它不是要和美國決裂，而是加拿大想擺脫對美國的依賴，在大國博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不再做美國的附庸。就像卡尼說的，過去10年中加關係疏離，導致加拿大更依賴美國。現在重新校準對華關係，就是要建立新的關係網，在太平洋兩岸尋求穩定與繁榮。這種轉變，從卡尼對中加關係的定位就能看出來。他明確表示，中加正在推進新型戰略夥伴關係。這種關係以現實、尊重和利益為基礎。當被問及中國是否比美國更可預測時，卡尼的回答很坦誠：雖然加美關係更深厚，但近幾個月中加關係更具可預測性，也看到了實實在在的成果。這話看似中立，實則承認了一個事實：和中國打交道，規則清晰，訴求明確，比和反覆無常的特朗普博弈更靠譜。當然，我們自己也得看清楚，卡尼的表態更像是戰略試探，而非徹底轉向。加拿大是五眼聯盟成員，北約成員國，和美國在軍事情報領域深度綁定，不可能一下子和美國切割。卡尼其實在觀察3件事：中國會不會把加拿大當長期夥伴？中加合作能不能在不觸怒美國的情況下展開？中國有沒有能力成為全球穩定器？所以這不是投靠宣言，更像是一份風險對沖方案。但連加拿大這種體系優等生都要對沖風險，本身就說明舊秩序已經靠不住了。卡尼的舉動也不是孤立，而是全球趨勢的縮影。特朗普的單邊主義讓整個西方陣營都陷入焦慮。歐洲國家反覆強調戰略自主，不想再被美國牽着鼻子走。中東國家一邊維繫美關係，一邊主動加強與中國合作。拉美、非洲國家更是直接把中國當作長期穩定合作夥伴。這些國家的訴求很一致，不是要反美，而是要去單一依賴，而中國幾乎是 B 選項。畢竟中國提供的合作模式和美國截然不同，美國搞的是服從換保護，動輒逼迫盟友選邊站，用關稅制裁施壓，而中國強調的是主權平等、規則協商，不搞陣營對抗，只談互利共贏。在世界越來越亂、不確定性越來越強的當下，中國的穩定、開放和可預期反而成了稀缺資源。就像普京1月15日說的那樣，國際形勢日益惡化，世界太危險了，而這種危險恰恰來自美國。當然，中加關係的修復不會一帆風順。卡尼回去後還要面對2大挑戰：一是國內東部省份的反對聲音，需要平衡各方利益；二是特朗普的干預。畢竟特朗普重申門羅主義，把美洲當自家後院，很可能借美墨加協定談判，逼迫加拿大在對華政策上和美國對齊。小編猜測，未來中加合作會是穩紮穩打的節奏，不會一蹴而就，但只要保持務實態度，就能一步步擴大共識。說到底，卡尼這趟訪華和那句新世界秩序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：
當舊秩序的主導者變得反覆無常、不可依賴時，即便是最核心的盟友，也會為自己尋找新的依託。中國從不追求霸權，也不強迫別人選邊站，只是用實實在在的合作，給世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。隨着多極化趨勢越來越明顯，越來越多的國家會看清合作共贏才是大勢所趨，而這就是卡尼口中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底色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